我们要前往东京近郊穿越是离东京市区搭电铁不到1个小时的景点。这次我们要搭配穿越1日周游券，畅玩1天。我们搭乘地铁先到池袋站，可以在这边购票及转乘。抵达池袋站之后，找到这个蓝色招牌的旅客服务中心。 直接跟他说 Kawago Discount Pass 就会知道了。如果你怕语言不通的人，你也可以出示这个照片给他看。这个是东武东铁道发行的1日券，成人的票价是1050日元，大约是220块台币左右。这张包含了从池袋站到穿越的来回车票，这个是不包含特急车的。当天也可以自由乘坐穿越市里面的东武巴士和小江户名胜巴士。 因为这个票券不是一般长方形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直接通过票机的。大家记得要从旁边这个服务台进出，出示给站务人员。然后在开启这张周游券的时候，它会帮你在这个圈圈上面盖上当天的日期，真的超级方便。今天我们要搭乘的是9点16分的穿越市，站1号月台上车。 抵达穿越站之后，往东口移动，找到公车乘车处，在第3号的巴士站排队上车就可以喽。第1站我们要前往喜多院，巴士搭到 T2 喜多院前站下车，走路大概200公尺就会到了。这是一座建于830年的佛教寺庙，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也是国家重点文化遗产。 进到寺庙里头，右手边有一家贩售是香蕉巧克力的摊位，这边各种卡通图案及日本标志性的面具。这边是贩售一些跟穿越相关的祈福摆饰。大明烧摊位，这里有卖香菇跟蒜头，是这边当地人在贩售的。这边整个寺院范围不大，喜多院最出名的特点就是超过500尊的罗汉像。 可以慢慢的走走看看，很适合长辈旅游的地方。也可以买周围的摊贩小吃，坐在这边凉亭内休息。逛完喜多院之后，我们要前往穿越城本丸御殿，巴士搭到 T7 博物馆美术馆前站下车。下车之后，我们就过马路到对面。 穿越城又称为和月城，是关东7大名城之一。这个建筑物是休息所，有一个很舒服的空间，可以稍作休息一下。本店到啦！现在开放的区域只有玄关跟大广间等，以及一建复原的家老街所。 房间内还有设置有真人大小的着装人像，让人追忆当时城内居住的生活样貌。这边隔壁有一间三方野神社，主要是对考试必胜、合格、超有效的神社。接下来下一站我们要前往冰川神社，这边你可以搭乘巴士到 T9 冰川神社前，或是你可以走路，大约10分钟就到了。 看到这个大大的鸟居就是抵达啦，可以看到大排长龙的队伍以及满满的人潮。冰川神社是一个目前非常火红的景点，进到入口的左手边就有红色平安雕跟鸟居的拍照打卡墙。往里面走一点点的话，左手边这个是放小人，可以祈求把身体一些不好的啊、不愉快的，或是最近的疾病或困扰的不顺遂等等，一切都给它放水流。 只要先在这边拿一张人形，投币100日元进去，把人形拿起来，对着人形吹3口气，再把这张人形碰触自己身上你有不舒服的地方，最后把这个人形放在前面的这个水上流，让人形穿越这个绳子下方，这样才算完成哦。冰川神社有贩售很多不同的御守，价格也都不一样。这一边是可以排队祈福。 另外一边是可以钓这个御神签的地方，钓鱼签有分为好多种颜色，今天刚好碰到的是蓝色跟红色，里面是有少数的黑色跟黄色，然后另外一区是专门粉红色，红色是代表平安，然后粉红色就是祈求良缘的签诗。投入300块日元就可以拿起这个钓竿，
找到你喜欢的颜色，看中之后就把它吊起来。拿到自己钓的鲷鱼签，里面就会有一张签诗。最后你可以把这个诗签绑在这面墙上，红色的鲷鱼签我就带回家留作纪念啦。接着我们往旁边走过去，可以穿过这个会马通道，就是祈愿牌。冰川神社有各种会马可以选择。这个通道出去之后，是树龄超过600年的神木。每到樱花季，冰川神社外面的步道还可以欣赏樱花哦。下一站一样要搭乘巴士前往藏造之厅，穿越老街。这边有一些知名景点，像是钟楼啊，我们又称为10的钟，穿越著名古色古香的星巴克。马上看到满满的人潮，这边就是老街道啦。右手边第一家，马上大排长龙的店，是穿越这边非常有名的地瓜片。有很多的蘸酱可以搭配，它的地瓜片都是用杯装的，口感本身就是硬硬脆脆，像饼干一样，没有特别多的调味，只有撒一点点的盐巴。建议如果想要尝鲜的人，可以2到3个人买1份就好了。对面是一家酱油王国，我觉得最特别就是他们有卖酱油的冰淇淋，口味咸甜咸甜的，喜欢的人你就可以买来尝鲜看看。右手边这就是著名的星巴克，店面是使用当地产的杉木建材，内部则是采用江户传统黑漆跟白漆的技法，跟穿越的古朴氛围完美结合。逛到脚酸的时候，就是来这边休息就没错啦。穿越是从江户时期就是地瓜盛产地，所以这边到处都是地瓜制品，像是甜食啊或是甜点。右手边这家是果酱右门，最有人气的就是小巧馒头、地瓜之恋。店铺前面就有蒸笼，有蒸好的馒头，是使用了生药和糯米粉所制成的饼，可以看到内馅有地瓜和小豆馅。旁边这边还在看手相，往前就可以看到钟楼了。对面是一家餐厅，有定时啊腐饭。右手边是一间地瓜口味的冰淇淋。前面这一家，外面围着满满的人潮，是非常特别的小巧点心，外层是鲜贝，然后里面夹的是章鱼烧。抵达钟楼，大约在400年前建立的，据说是穿越藩主酒井忠胜下令建造的。虽然这边经过了几次的大火烧毁，但每次又重新修建，现在的钟楼已经大概是第4代了。钟楼的对面进长鱼店是贩售刺身定时套餐的餐厅，这个是乌龙面专卖店。前面转角这个是一间豆腐制品专门店。走出巷子之后，左右两侧都是可以逛的。我们先从右边开始逛，左手边这个是一间茶和和抹茶店，店内有贩售抹茶类制品，双麒麟啊、抹茶卷饼跟铜锣烧。前面这家叫龟屋。这一家就是传说中厉害的酱油团子，一串是400日元。这边的巷子我们转进去逛一下，这边的店家种类很多种。这是一家卖器皿的店家，往前是一间居家生活杂货。这家店它是贩售一种用麦芽糯米糖制成的饮料甜点。这边是不同雕刻图案，以前人盘发用的发簪。转角这家餐厅经过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，它是鳗鱼饭专卖店。右手边那个黄色棚子的店家，它是一间面包甜点店，外皮是千层酥脆的面皮，内馅是苹果，甜而不腻。另外也有红薯饼跟马铃薯淋上蜂蜜做成派。这边巷子进来可以看到还有其他店家可以逛。左手边这家是穿越藏之厅的红薯店，地瓜和北海道碎红豆沙，配上真山药馒头，每个都是200日元，还有卖卷饼哦。这是一家果子屋，贩售一些小零食，也有贩售礼盒，非常适合带回台湾送礼。这家是充满怀旧气氛的糖果店，店里主要是卖糖果，也有零售一些像是气球、铜丸。这边也是伴手礼礼盒居多。然后这个是穿越名物大黑柱，使用严选小麦蛋白质及小麦粉专用釜来烧烤，在涂上含有丰富矿物质的黑糖蜜，是以前的手做饼干。这边地瓜类的食品，像甜点啊、冰淇淋。这边黄色招牌的是 Lemonade 柠檬汁饮料店，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来一杯。
抹茶专卖店、抹茶饮品和抹茶薄饼。对面是 Teiyaki 鲷鱼烧，有很多不同种口味可以挑选，一个都是200日币。往前一点又是冰淇淋跟小摊位，这是一间食品杂货店。这边这间是卖一根腌制小黄瓜，直接插着吃。我们顺着刚刚来的路走回去，到刚刚的主要街道。这个老爷爷是贩售那个蒸好的地瓜，可以直接剖半，然后用汤匙挖着吃。这一家黄色外墙的店面叫做 Bakery Raku Raku， 里面卖的面包有很多种，有味噌面包、哈密瓜面包，还有菠萝面包等等。这个是铜丸的小摊位。川越老街这边遗留蛮多江户时代的建筑物，都是杖造搭建的，特色就是将木柱藏在土和石灰墙中，就具有防火功能，可以避免被火烧毁。老街这边全长有1公里左右，有店铺可以逛，很多小巷弄，还有美食可以吃。这边大空地有一间像是神秘的手绘人像。回到刚刚的巷口，我们这边左转，这间是木制品专卖店，里面有一些木质厨具啊、餐具，也有手工木质的玩具。往前有抹茶饮品、甜点，这家是红薯布丁甜点店，用红薯为基底，加上布雷，然后最后会在上面撒上糖，烤成焦糖。这家叫糖面，主打自制的手工拉面，里面也有贩售日式煎饺。川越祭典会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川越祭典会运用到的神教、狮头跟鼓等等的物品，可以体验川越物质文化遗产。参观是需要另外收费的。往前左边有服饰店，这家冰淇淋店是网友推荐美食，很特别的是它是软冰淇淋，还有地瓜饼啊跟地瓜片。到这边之后，我们要回转逛对面咯。左手边这家叫做文藏安，推出是以日本地瓜为馅料的面包，还有纪念礼盒，里面有另外卖草莓大福跟果子零食，我觉得价格也相当合理，是购买川越纪念品的好地方。这边是荞麦面跟鳗鱼饭。我们这边巷弄进来，也有一些餐厅店家。右边窗户这个是酱料酱油专卖店。前面这一家叫春夏秋冬，它是贩售天妇罗跟乌龙面的餐厅。这间是年轮蛋糕专卖店，把年轮蛋糕做成甜点，像圣代的样子。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添加的配料。这间它不是肉串，这个是软鲜贝串烧，现烤的软鲜贝，有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像是七味、海苔啊、美乃滋口味等等。日本巷子共和国在日本有非常多分店。往前也有服饰店，这边三洋丰原是蜂蜜专卖店，这家米肺兔专卖店，里面除了有很多的米肺兔专卖商品之外，也有一些川越限定的商品，米肺兔图案的吐司啊跟冰淇淋。花小路有羊羹跟花灵糖，写着进藏这个招牌的是生鱼片盖饭，渔货专卖。服部民俗资料馆展出的是一些历史相关文物，对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了解。这家店是用一些贝长炭雕刻出狗狗造型。川越商店街这边双向都有很多的商店可以逛，玉屋贩售耳环、手链等等的饰品店家。包包专卖，这边有零钱包、肩背包、手提包等等。开运亭它是一间餐厅，贩售炒面、汤面等等的餐点。前面这间栗子专卖店，它运用的是栗子做出栗子口味的冰淇淋跟热腾腾的包子。这是专卖像是佛坛、神坛的商品。抹茶专卖的小餐车。我们从这边左转进来，左手边是山崎美术馆，入场费是500日元，展出一些私人画家的作品。再来，我们过马路来到的这条街，我们称它大正浪漫梦通，全长大概有200到300公尺。右手边这家是文具杂货店，
对面39，它这个是手工艺品店，有卖各式各样的纱线啊，以及很多颜色可以挑选。另外还有开课程。右手边这间是小川局，传承100年的鳗鱼饭店，还没开店就有人想要在外面候位了。除了鳗鱼饭最有名必点之外，招牌下酒菜五仙贝也是一定要吃。右手边这间有啤酒饮品、串烧、热狗，还有章鱼饼干。往前是一家纯天然蜂蜜跟格状红薯饼甜点，这边都是保留了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物，像餐厅啊、咖啡厅，它也是运用这些建筑特色做装潢。1901这家是一个茶叶专卖店，可以喝茶跟吃一些小点心。对面有地瓜口味跟草莓口味的冰淇淋，也有现烤蛋挞。这间大正馆是超级专业的咖啡店，经过就有浓浓的咖啡香气。店里面还有贩售现烤吐司跟焦糖布丁。大正浪漫梦通是属于比较古老的商店街，店家跟建筑物都比较有历史。左手边这个是一间贩售各种原石啊、矿石，可以做成珠宝、手镯等等。这一条的观光客就会相对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条商店街人流还少。往前的话会有一个熊野神社，大约在步行250公尺的地方转进来。左右两侧的鸟居中间有设置了鹅卵石，铺做脚底按摩的天堂路，记得一定要脱鞋。这边的御守跟缘起物种类有超过50多种，非常多。这边还可以参拜前洗净双手，然后后面那个是前洗辩财天，是用御神水把零钱放在筛网中加持钱财，可以带来好运和正财。这边在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天，称为前洗辩财天元日，当天上午11点到下午的3点，神社人员会在宝池边发送用御神水洗净过的御福钱，限量有50份。如果你想要提升财运、求得好运，可以挑这一天来碰碰运气。这边是可以购买御守的贩卖铺。我们又往回走，带大家逛前往地铁站的商店街。左手边这间是 Book Off， 贩售各种书籍、漫画之外，里面也有一些模型公仔玩具。右手边这家是甜点店，最有名的是 cheese 蛋糕，这里卖的是日本传统点心、冰淇淋圣代等等的甜点。左边有熟龄服饰店，这是小超市，有冰淇淋跟酒类产品。右边小小这间是面包店，一家非常道地的拉面店，还有一碗非常生动的拉面在门口吸引顾客。里面有一个小商圈。这间绿色招牌是 Pachinko 小钢珠店，右边是居酒屋大吉。可以看到商圈这边开始有满满的下班人潮，当地人都会在这边找餐厅小酌一杯。右边是居酒屋，往前一点是一间很大间的王酱饺子店。左手边这个又是一间居酒屋。往前这间 Big Time 是古着店，以男装为主。对面是一间拉面专卖店，都是自家的手打拉面。隔壁是一间主打担担面的餐厅。右边这个是粤式餐厅，是这边少数的异国料理。隔壁有水果摊位。这一家是烧肉店。往前这间的话是韩国烤肉店。满满3点的招牌是生鱼片冻饭专卖。满洲这间是饺子店。Sukiya 是冻饭及日本咖喱饭专卖店，台湾也有满满的分店。转角这边是鞋店，前面是一整栋的游戏商城。左边有药妆店，往前的话是异国食品专卖，主要的都是即期商品，促销价格吸引消费者。这边是咖啡厅，对面的新时代，这个是串烧啤酒店。左手边 ABC Mart 有贩售各种鞋款，夹娃娃机店。右边是服饰店，左边的话是眼镜行。这一栋是湾广百货，穿越老字号的购物中心。
对面有大间的药妆店，前面的话是拉面专卖店，扭蛋专门店有满满的扭蛋机，左手边是花店，大排长龙的天然雕烧。药妆店这边的商品都会相较东京市区的单价还要低一点点。这一条商店街餐厅较多，满满的人潮也是当地人多。商店的种类也应有尽有，价格也都亲民许多，没有特别观光商圈的感觉。左手边这个是服饰店，对面的话是一间旋转寿司，这个是模型玩具专卖店。往前的话是一家中式料理店。串烧居酒屋跟饺子专卖店，这间叫做 Popola 妈妈，是一间意大利专卖店。这条商店街的全长大约有1公里左右，边走边逛大概会花上30分多钟的时间。鸡丸水产专卖海鲜冻饭、乌龙面拉面、炒饭等等餐点都有。也很建议行程安排穿越1天的大家，可以在这边享用晚餐。因为真的有很多的餐厅可以选择。右手边 Style Monster 是贩售韩国彩妆品的店家，这间也是海鲜冻饭、生鱼片的店家。这家是炸物天妇罗手语鲜专门的餐厅，品项有很多种可以选择。看到左手边这间超大间唐吉诃德，它就是日本连锁杂货店，是来日本一定要逛的。前面看到天桥就是车站到啦，这边就是东武东穿越站，跟着指示往天桥走，就会看到穿越站的东口。这边进站之后，一样要从服务柜台走，直接出示这个周游券就可以了。今天的一日穿越就到这边，保留了很完整江户时代的建筑物，景点不仅有历史、寺院，还有好吃、好买、好逛的穿越老街，推荐给大家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